七夕快到了，空气里满是浪漫的味道，但你知道吗？一个吻可能送来的不只是爱情，还有病毒。全球90%的成年人一生中都曾感染一种病毒，叫 EB 病毒，俗称接吻病，也是传染性单核球增多症。它不只会让你高烧、喉咙痛，甚至跟鼻咽癌、淋巴瘤、胃癌都有关。大家好，我是医检师 QQ， 今天就带你拆解这颗浪漫陷阱，让你甜蜜过七夕，同时守护健康。所谓的接吻病，主要病原是 Epstein-Barr 病毒，属于人类疱疹病毒第4型。它和我们熟知的口唇疱疹、带状疱疹虽然不同型，但同属人类疱疹病毒家族。特点是感染后病毒会潜伏在体内，终身不会完全清除。EB 病毒主要攻击 B 淋巴细胞，同时也能入侵上皮细胞、T 淋巴细胞和自然杀手细胞，因此感染后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多个层面。全球超过90%成年人一生中都曾感染 EBV， 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症状。更可怕的是 EB 病毒的影响不止接吻病，研究显示它和 Burkitt's lymphoma、Hodgkin lymphoma、胃癌甚至部分乳癌都有关联。其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鼻咽癌，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，尤其广东地区，鼻咽癌的发病率明显偏高，因此又被称为广东癌。研究显示 EB 病毒感染是鼻咽癌的重要危险因子，并且与遗传背景、饮食习惯等环境因素相关，像是长期食用咸鱼、梅菜等腌制食品会进一步增加风险。接下来看2个真实案例，第一个是28岁的 A 小姐，几天前突然高烧、喉咙痛、颈部淋巴肿大，检查发现血液中非典型淋巴球大量升高， EBV 抗体 VCAIGM 阳性，确诊传染性单核球增多症，医师推测应该是和男友亲密接触中被感染。第2个案例更让人意外，3岁的 B 小弟因高烧、扁桃腺肿大住院，检验发现肝脾肿大， EBV 检测阳性，家人很纳闷，家里默人生病，怎么会感染？医师追问后发现，长辈会先把食物嚼一嚼，再喂小孩，结果透过唾液把病毒传了过去。这提醒我们，不只是接吻，共食或嚼食也可能让病毒有机可乘。那 EB 病毒到底怎么传染呢？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唾液，除了接吻之外，像共用杯子、餐具、牙刷，甚至像 B 小弟一样吃被嚼过的食物，都可能让病毒趁虚而入。另外，少见情况下，密闭空间的飞沫接触、输血或器官移植也可能造成感染。感染 EB 病毒之后，症状差异很大，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，但也有人会出现高烧、喉咙痛、淋巴肿大、严重疲倦、肝脾肿大等状况，少数患者甚至可能出现肝炎、神经病变。那我们医检师会怎么检验 EB 病毒呢？最常用的是抽血做血清学检测，主要看身体有没有针对 EB 病毒产生特定抗体，比如说 VCAIGM， 如果是阳性，就代表正在急性感染，VCAIGG 阳性则是曾经感染过，而 EBNA-IgG 一般在感染后一段时间才会出现，表示是旧感染。另外，如果是鼻咽癌的高危险族群，我们还会特别检测 VCAIGA， 因为这个抗体升高可能代表风险比较高，需要定期追踪。除了检验抗体，我们还会用定量 PCR 直接检测血液里 EB 病毒 DNA 的数量，来判断体内的病毒数量。如果遇到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，或者怀疑病毒再度活化， PCR 就特别重要。简单来说，验抗体可以帮我们看出有没有感染，是新的还是旧的，而 PCR 则能知道病毒量多不多，是不是还在活跃。得了接吻病怎么办？目前没有针对 EB 病毒的特效药，也没有疫苗，治疗以支持性照护为主，多休息，多喝水，退烧止痛，必要时医师会开药缓解症状，症状严重时可能会使用低剂量类固醇。预防的方法就是避免唾液交换，不要共用餐具、杯子、牙刷，也不要嚼食物喂小孩，同时保持口腔卫生，规律作息，均衡饮食，增强免疫力，降低感染风险。七夕快到了，空气里满是浪漫的味道，但别忘了，爱情的甜蜜也需要健康守护。接吻病，也就是 EB 病毒感染，不只会造成发烧、喉咙痛，还可能和鼻咽癌、淋巴癌有关，多了解一点，就能多保护自己和另一半。七夕的吻本来就该带来浪漫，而不是病毒。记得认识接吻病，守护七夕的甜蜜，让爱情更健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助，帮影片按个赞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接吻病。最后，也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之前有听过接吻病吗？或是还想了解哪些检验知识？在留言区告诉我吧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我们下次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再见。